总算送走他。师傅是否要问起，至少有个说法。你可不许死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好啊，那本座就先陪你玩玩，说想怎么死。今日遇到你，算是力某灾了。此前血色禁地的事儿也是你做的，招揽7派奸细，窃取燕家宝。阁下如此大阵仗，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？可否让我死得明白点？别跟我在这扯犊子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？不就是想让2个女的跑远点吗？哼，你当我傻？你真聪明。小子，找死！不会吧？对付我一个人要这么大阵仗？还好，个头虽巨大，行动稳重，有的打。请宁静，不好，冲住了！家伙事儿还不少。你着急？听元剑诀。此人修为在我之上，不可硬拼。啥玩意儿？我不上。过来吧你！岳灵大法第10式，岳灵爆！不好！终于抓到你了！去死吧！哇，这烟雾有毒！此清火杖乃墨教的毒液所运，说起来，还是在血色禁地所得。你这手段竟如此下作！
对付你这种人，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。你比我还魔道！好你个李飞宇，本座记住你了。总算给他打跑了，再打下去我也危险了。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你醒了！爹，爹，燕儿，你醒了！我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是应该在演月松吗？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怎么会穿成这样？你别着急，你听爹讲。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发生了太多的事，爹只能告诉你，你如今已经是鬼灵门少门主，王禅之妻。燕家宝已经正式并入鬼灵门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那鬼灵门可是魔道，你是要与越国七派为敌吗？七派，燕儿，你别埋怨爹。在你病重的时候，他们七派有谁关心过你？不是爹想背叛，是他们逼的爹反的。想要救你，爹只能这么做。轩儿，回来了。轩儿，师傅，师伯，师叔，燕家堡主投靠了魔道，韩师兄为了掩护我回来，还在和魔道妖人拼命搏杀。你们快去救他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啊。来，先把这个吃了。快！他现在很危险，你们快去，快去！吴轩，弟子在。好生照顾你小师妹，没有你师伯的允许，绝不能让她出谷半步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她刚虎口脱险，你以为她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运气吗？是师傅。辅主，行了，仙儿终于安全了可是你那个小徒弟，啊！我让刘静去搜救了。哎呀，这个臭小子机灵着呢。他既然能护送轩儿出来，肯定有把握自己也能逃出来。那样最好。他这次若能平安回来，我这当师伯的也应好好嘉奖于他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担心轩儿的身份暴露，若遇见那个人，又该如何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师姐啊，有你师弟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你别在我面前充英雄啊！别忘了，你连我都打不过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行了，你放心吧，眼下战事要紧，我们也需顶上去，不能让魔道得逞。没错。就是这儿了。看来此地的守备多是凡人和低阶修士。眼下即将入夜，事不宜迟，趁魔道大军未至，尽速拿下此地。吕师兄、陈师妹、韩师弟，我们4个筑基期的要打头阵了，可有问题？中午，小的在，小的在，少主有何吩咐？我媳妇儿呢？最新消息，嫂子已于今早顺利抵达了六宗的领地。哎，那个厉飞羽啊，还没找到吗？斥候来报，暂时没有发现正在逃窜的黄风国弟子。斥候函报，哎，倒是发现了几个七派的修士往西南方向去了。西南方？那不是燕家堡地界吗？这帮大傻子去那儿干嘛？
去瞧瞧。哎呀，少主啊，那可什么都没有，全是些大石头山，很空旷。少主确定得去啊？去，可看看也行。触石头见石头，绊我少主的废话，赶快去联系咱们据点的人，查清楚这帮大傻子到底去干啥。哎，少主所言极是。那儿有一处灵石矿场，小的这就吩咐下去。哎，灵石矿场，石矿场，那不赶紧去看看？燕家堡与偃月宗之间的临时贸易，正是由小弟主持。现如今他们投靠了魔道，这些不义之财，咱们也算是取之有道。倒是那黄风谷的韩师弟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出手却干净利落，着实令人吃了一惊。那又如何？咱们有门派的调令在手，管他是精英还是废物，还不是要听你我号令。倒是这些灵石，我看上面加了禁制，恐怕要抹了去才好收进储物袋。所以，咱们得赶快抓紧时间。此前听闻吕兄对于禁制术法颇有研究，此处就有劳吕兄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宣老弟果然好眼力。那我们就待魔道这些小崽子赶来之前，能搬多少就搬多少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的收成，咱们2一天奏，哥哥我是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全听吕兄做主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众弟子听令，此矿场关系到前线补给，不容有失。你们2个继续给法阵充能，其他人全力防御。还挺顽强。去，探路。吕兄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撤吧。能亮了，走走走！你敢突破禁制？我特来为燕儿送药，此乃鬼灵门秘药，可以封存灵力，至少短时间内不会消退。岳父，可要试验一番？
我听说你刚才在城楼上盯着一个黄风谷的女人。岳父定是误会我了，我已经有了嫣儿，此生便再无他求。只是黄风谷那个女人对我有用，我需要探查她一下。岳父放心，并无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既然如此，今夜那些针对下城区百姓的计划，就先放一放吧。岳父，你是心软了吗？笑话，城中来了那么多修士，我只是不想你呀，在明日的大典前再出现任何的差池。也好，那便依岳父所言。好美呀！老妹儿，你就放心跟哥走，哥不会亏待你的啊。谁是你老妹儿？我是黄风谷董轩儿。我当然知道你是黄风谷董轩儿。你知道啊？我连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我全知道，你家族谱我都会背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中了我的媚术？对对对，你可媚死我了。哟，哪儿来的野小子？你干嘛的？别挡我们道！想英雄救美啊？有这本事吗？你想英雄救美？我看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你们打一架，谁赢了我就跟谁走，怎么样？好，来打。打。小美好奇怪的功法，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应该是不想惹人注目。太厉害了！何人造次？他被打跑了。你赢了，我跟你走。你们都中了我的媚术，我是黄风谷董轩，你受得了我的媚术吗？完了，他这副模样，要是被师父师伯看到，岂不是要让我负责？必须先发制人。韩师兄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把药喝了。那是什么药？别看我，喝了。董师妹，早和你说了不要随意使用媚术，刚才那人反噬了你，让你神窝受伤，你需要过几日才能恢复了。
不是说好了约法三章，互不干涉吗？韩师兄为什么总盯着我啊？我盯着你，盯着你的是刚才绑你的人。今天在城里，我已经很多次感受到他在窥视你。窥视我？是啊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明天你要跟紧我了，庆典结束，我们马上就回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要听我的，之后咱们再按照约法三章，这没得商量。那好吧。韩师兄，你去哪儿？我是说，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再多待一会儿？好，成交。恭喜这位道友获得此宝，请这位道友到交易处领取宝物。这元武国虽小，却有不少阵法和炼器匠师。这拍卖会上，兴许能找到布置阵法的好东西。而且，先出手些东西，探探今日这些来客的成色。诸位客官，现在我们开始竞拍，竞拍价500灵石起。我出1000灵石，1000灵石。我出1200，1200，1500，1500，2000。我出高阶阵法1套，换此灵草。高阶阵法，那可得值几千灵石啊！是啊，这位道友真的有高阶阵法？有，但还不算完全成型。哎，那谁，你那个就是个残次品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吧？我出2000，3000，3000，还有喊价的没有？3000一次，3000两次，3000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，请到交易处领取宝物。诸位客官，我们继续拍卖。下一件拍品，来出！这奇了怪了，就是往这儿抛了呀！哎，爷，有没有看过戴斗笠的年轻人，瘦瘦高高的？先了啊，追！这个阵法真不错。若我能有这么一套阵法，那小动物们就不会进我的洞府了。方才感谢兄台出手相救，帮你呢是有条件的。若是阁下也打我背后阵法师的主意，那就请回吧。前年灵草，你想要吗？云霄阁。云霄是我的名，我姓齐。那株黄金枝是你的，你不是已经卖了吗？谁规定的？我就只能有一株啊。也对啊，那太好了，能否让在下看看？这样吧，你是买卖人，咱们在商言商。你亮出一件这儿的高阶宝物，我就把我的黄金枝给你看。这儿的宝物，兄台没有看上的。好，兄台，请随我来。
这阵法画的真不错。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是……哎，不能碰，是炼器。这些阵法都是你绘制的？我专攻炼器，阵法是另外一个人的手笔。兄台，你稍等一下。兄台，你看这颠倒五行阵如何？颠倒五行阵，就是刚才爆炸的阵法。刚才爆炸不是因为阵法不行，是我灵石不够，无法充能。我的颠倒五行阵是个半成品，只能发挥1/5的功效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这也是1等1的防御阵法，抵挡筑基中期的攻击，也是没话说的。这修好了会怎么样？修好之后，给一个小型门派当一个护山大阵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一株千年黄金枝换一个小型的护身大阵，倒是划算。你这阵法是个残阵。哎，兄台，兄台，兄台，请留步。5年，你给我5年的时间，我一定将此阵修复如初。我绝对不会让你用千年黄金枝换一个残阵的。哼哼，兄台，不知您对炼器可否感兴趣？哼，你的意思是要教我炼器之术？实不相瞒，家族乃是神兵门内的一位长老，我的这些本事都是他教的。做法器，算是我的强项。哦，我还有一物。云霄心经，是我这么多年根据自身心得编撰而成。除了这颠倒五行阵，我愿意违背祖训，将此法赠与前辈。只因在下实在是需要那千年药草做药引来救命。这样，我这刚好有几件材料需要炼化，就请你帮我炼制几道法器出来。至于这心经嘛，要是习兄能将颠倒五行阵修好，我不会打开此书一页。你看如何？那千年黄金枝呢？你要这千年黄金枝，应该是去救人吧？你愿意不惜代价与我交换，足以证明你的诚意。人命关天呢，我不会不给你。好了，我已将此书封印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可以将灵力注入其上，即便是我，也无法翻开。日后，齐兄要是真能兑现承诺，我一定将此书原封不动的归还。兄台如此信任齐某，在下定当全力以赴。成交。兄台，你按照玉简上面的内容操作，即可开启阵法。虽然其中迷惑感知的功能还不完备，但是如果只需要防御的话，一定是够用的。只是什么？这阵法一共18分阵盘和一主阵盘，阵旗已有36杆。以大小周天分布，辅以河图洛书之术，先天八卦之象，布置起来颇费时间。若是能多些时日研究，兴许可以简化一些。无妨。接下来，该和齐兄谈谈炼器的生意了。这些是2阶墨胶的外皮。尖角、獠牙，还有毒液。
这些可是炼器师梦寐以求的高阶材料啊！你只看一眼便能认出，看来我没找错。不知需要多久啊？半月足矣。韩兄放心，这些东西足够做好几件高阶法器了。哎，对了。 齐兄，我叫韩立。好，这个好。修习邪法，残害宗门，罪不容诛。多谢洪福师伯救命之恩。怎么回事？是吴师叔发现星夜的与魔道之人见面，被他追杀，意图灭口。弟子碰巧撞见，本想护送吴师叔回洞府疗伤，却没想到还是被这奸人所趁。邪魔外道，我绝不轻饶他。吴师叔留下最后的话，是让弟子向掌门报谢，说魔道在七派州安插了奸细，而且灵守山非常可疑。果然是他，韩道友。此事体大，不是你一个筑基期弟子可以介入的。我会派人调查，你安心修行，切不可透露消息。是。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你不但拜入化元师弟门下，还成功筑基了。多亏了师父和师伯平时的教导，还挺会说话的。也许从前我有些小看你了，不过别忘了，修行之道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你还需继续努力才是。弟子谨遵教诲。吴冕的事上报门内，把他好好安葬了吧。吴师叔，这还是上次给您做艾灸剩下的半截。吴师叔，虽然你让我改口叫你师兄，但是我还是愿意叫你师叔。要不是你提醒我让我更换阵法，昨日大战，我根本活不下来。你看，这儿离我的洞府很近，风景也好。这有你喜欢看的风景，有你喜欢的溪流，还有你常常坐着的石道。
韩立，下这么大雨，在这儿干嘛呢？还不回去？从现在起，你可以叫我吴师叔。欢迎你加入黄蒙国。不管你日后能否筑基成功，但这颗筑基丹务必要保存好。你这穷小子，去白鸡堂多领些任务，就说我让你去的。你现在灵气还是太薄了，把灵气输送到脚上，再试一次。你灵根虽差，但贵在勤勉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有所成的。吴师叔，你是真心对我好的人。燕家堡今后何去何从？诸位有何见解？堡主明鉴，燕家堡乃越国对抗魔道的第一道防线。若是我们投敌，那越国岂不门户洞开，让魔道自由出入啊？是啊，燕家堡300年前好不容易脱离了六宗魔掌自立，岂可能再与他们同流合污？何为正邪？无非是成王败寇罢了。1000年前，七派不也只是我六宗的叛逆，如今却已正道自居。燕少主身患重症，他七派不闻不问。允诺你们的血灵花呢？他们是真没有，还是怕燕家堡出了个元婴修士，7派变成8派，所以才不肯给你们？我六宗对于弃暗投明的同道，向来宽容。在下代表家父鬼灵门王天谷门主在此允诺诸位，若燕家堡回归，圣门上下自以同格相待，修炼资源、功法绝学，皆可共享，不分彼此。如何？这般条件不够优厚吗？我们如何相信你？是啊，没错，如何相信你？生死咒，是生死咒！堡主，堡主，不错，王少门主此前与老夫订立了此咒，为了获得燕家堡的友谊，他愿以性命为主，一定治好燕儿。此等胸襟，纵是老夫也颇为钦佩。诸位跟随老夫多年，不妨再信老夫一回。希望你要谨记今日之诺言，不要让大家失望啊！那是自然，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还望诸位前辈可以不吝相助。毕竟燕家堡与鬼灵门内外一体，荣辱与共。这一战从星爷的那儿得到了大眼诀，原来他雕的那些木头都是傀儡啊！别动。哪不对啊？哎，
吃醋了啊？我刁你呢，还会妒忌？哎，一边玩去！我们约好轨迹，朝那位置走去。可惜再相遇，相望却沉默不语。先来2块试试。争着朝夕，规矩遥遥无期。每当你争过眼，这筑基丹药劲儿也太大了吧！算了，是种解脱。顶天立地的人不化作空空虚构。前人们跟我说过，你还会遇到坎坷。这是过了多久了？纵然寒风萧瑟，纵然他嘲笑说，你我这凡人过客，不觉已匆匆走过。身上暖洋洋的，是残存的药力吗？星光已遁入银河，富有却理解在漩涡，命运的追究耽搁，拨弄着人生几何，生命这棋局难测，谁又能不跟伐毛洗髓，一经断骨，凝气为液，视为筑基。这也太疼了吧！叶如烟，本座可是费尽了心思才走到这一步，莫要让本座失望啊！有长老，王主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人的功法确实对燕儿有效。他说只要答应他的条件，燕儿很快便能醒过来了。他的条件是求娶燕儿。不可，此人万万不可相信，更不能与他结亲。长老，你这是何意啊？那人不是你带来的吗？堡主借不说话。那是因为属下看到他为燕儿小姐医治时使用的功法，那功法邪异无比，欺人功力，有违天和不说，恐怕还会有无穷后患。不要再说了，长老之言我向来尊重，但是这回我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堡主，堡主，此人见过少主一面便提出求娶，那是趁人之危啊！他对我燕家堡定有图谋。
还望宝主三思。刘长老，你以为我为嫣儿而不顾整个燕家堡吗？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燕家堡的未来在打算。七大派存在的根本，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隐士在门内的元婴长老。元婴之下，皆是蝼蚁。嫣儿身具天灵根，整个燕家堡只有他有机会跨入元婴，想跟七派平起平坐。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！刘长老啊，这个道理你不清楚？堡主立意已决，我也不便多劝，只求堡主缓一缓，容我带人去探探他的底细。就是平民嫁女儿，也要探探夫家，不是吗？好吧，但是嫣儿等不了太久，你火速去办吧。是。刘长老，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算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算盘上的珠子。我们可是说好的，我替你在堡主面前美言几句，你给我1000灵石。您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就是问我的灵石呢？不用紧张，灵石早都给你备好了。拿了你的灵石，我们算两清了。我马上离开燕家堡，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，和我无关。慢着，这么急着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您不会是去给七大门派报信吧？堡主，刘长老前往会见那人数个时辰未归，恐怕已经遭遇不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堡主，要不要我去？退下吧。出来吧。名不虚传啊，燕堡主，不愧是燕家堡100年以来唯一的接丹修士，这神识之强大，晚辈佩服。我看，不管是医治还是求取嫣儿，都只是投石问路。说说你的真正来意吧。燕堡主，可还记得100年前之约？当然，若不是顾念旧情，你以为我会容你活到现在？
看来燕堡主还是个念旧情之人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不续上这段渊源，让燕家堡赶快回归我圣门？家父可是对堡主这样的高手渴慕已久啊！哼，笑话！我燕家堡早已经在越国安家，既然300年前已经从鬼灵门分立出来，就没想回去。堡主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晚辈的意思是，这七派在越国横行霸道太久了，若是圣门愿出手，助堡主成为未来的越国之主，那就也不必为了一株灵草低声下气的求人了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六宗早已集结大军，不日将会攻来，区区七派，弹指可破。只是这燕家堡地处边境，首当其冲，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战端未起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要我现在就下注，令尊是否有些拖大了？更何况王天谷子女无数，他的妹妹红粉还在，这鬼灵门的事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燕堡主，这不仅是家父的意思，也是晚辈自己的意思。您看，百年难遇的暗灵根，不错。燕少主身具天灵根，而王禅身具暗灵根，正是双修血灵大法的上上之选。且凭我二人资质，莫说结丹期，就算要进阶元婴，也大有可能。堡主可以试想一下，未来燕家堡有2大元婴坐镇，势必会凌驾在7派以上，而且晚辈答应堡主，未来我和嫣儿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下一任鬼灵门与燕家堡的共主。你说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？鬼灵门，王禅志在必得，可在下比家父和我那红粉姑姑更需要燕家堡的友谊，还望堡主成全。都上来吧。安利，到我身边来。一次失恋，就少了这么多人。修仙路当真是一步错，万劫不复。没有得意忘形，还在为同门难过。
看来倒真是个心性不错的孩子。修仙之路就是这样，有很多不同的风景。既然活下来了，就要想开一些。所谓念头通达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这边清源剑诀你拿着吧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但是只适合练气期用啊，不要多练。以后你若是筑基了，为师再给你另选功法。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有一事禀告。说吧。在血色禁地时，我遇到了几个灵兽山的弟子，行事鬼祟，总觉得他们不像正派中人。详细说说。我看他们所使的大多是毒修邪修之术，下手狠辣，不夺灵草，只是杀人，连同门也不放过。难道真是那些家伙？韩立，凡事向师父汇报，这个很好。但此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。是，师父。孙氏这么多弟子，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啊？总觉得你从禁地回来之后怪怪的，不是一个人出神，就是对着箱子出气。没有吧？还说没有？好不容易把这箱子拿回来了，又打不开，能不气吗？当初不让你压着修为进去，你偏不，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。那血灵花送给燕家宝了？你忘了，你从禁地出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吩咐晴儿去燕家堡。算时间，应该也快到了。婉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总觉得你跟之前不一样了，怎么会功力全失呢？这素女轮回诀也没这功效啊。还不怪那只墨娇，而且我这次跟他厮杀的时候，还被人断了后路，否则我怎会如此狼狈？那你一个人怎么逃出来的？师姐，我怀疑这次禁地之行有不干净的势力混进来，否则也不可能折损那么多弟子。你是说魔道？而且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入禁地，恐怕早就混入七派之中，说不定偃月宗也受到影响了。
魔道又不稀奇，他们爱折腾，让他们折腾去。只要有你我在偃月宗坐镇，眼下出不了大乱子。可是那些弟子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魔道就算真的要来，你又拿什么跟他们去拼？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早日恢复修为。那些没有从禁地出来的弟子虽可惜，世事无常，只寄希望于那些活下来的，在未来的修仙之路上，能够更顺畅一些吧。主，周叔，给少门主报喜。说，少主啊，您交给小的任务，我觉得完成的还算成功。那些气派的修士啊，不是气派的大傻子，折损近70%，还都是炼气期高阶的啊，绝对伤了他们的根基。所以说还剩30%，得等着我帮你解决。少主息怒，大善在即，别说30%，就是300%、3000%也不在话少废话下。少主息怒，我让你办的事儿办了没？嗯，花儿哦，梅子，及格。啊，看来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多少还都有点用啊。多谢少主赞许。快回灵兽山吧，多挑唆一些七派的大傻子投靠我鬼灵门，最好是助激情。遵命。别吵着把我，要隐秘。瞧好吧。啊。人才。少主好眼力。血色禁地回来的那2名弟子，在那儿已经跪了1宿了，你还是见见他们吧。找不回血灵花，他们还有脸回来？刘长老，气派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血色禁地已经结束好几天了，按理说，血灵花也该送到了。来人可是燕家堡的接应，我是特地奉偃月宗门主之命来见燕家堡主的。早主，血灵花在。辛苦二儿了。果然他们也踩到了啊！是谁在我燕家堡的领地撒野？血灵花！别害怕，刘长老，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堡主，堡主，您还记得鬼灵门那个人吗？他又找到了我们，这次他说能够救少主，您还愿不愿意见他？
请。以你筑基中期修为，敢孤身前来，胆子倒不小。为表诚意，在下此来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，送给少主的。薄礼就算了，眼下他最需要的是一味药。血灵花晚辈也有，可他不能治本，且服用之后会伤及根基，恐怕他这辈子都不能跨越结丹期了。堡主，您当真忍心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法子？那是自然，我鬼灵门有特殊功法，比血灵花好用，不仅可以让少主苏醒，还可以彻底根治他的眼结。哼，黄口小儿，就算我再着急，也不会乱投医的。少主的状况不会更差了，堡主大可让我先试试，如若无效，再用血灵花救治，不迟啊。说，想要什么条件跟我交换？燕家堡的友谊。